Well，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频道。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不聊秀场，也不聊穿搭，我们来聊点轻松的。那一年一度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Prime Day 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我呢也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平时购入的这些亚马逊好物。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那第一个呢，要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夏天到了嘛，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出汗呀。像我这种就是汗液比较多的人呢，那我呢就会在包里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防止汗的东西。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我的白人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它才1块多美金。如果在亚马逊买的话，就是可以囤一堆。它的香味是有一点树叶跟这个椰子油的结合的形式，闻起来呢一点也不夸张，也没有那种就是刺鼻的香水味，就感觉给正常人，如果就是人要靠近你的话，就是那种淡淡的木调加一点 coconuts 的那种味道。所以呢我比较推荐。那使用起来呢也特别的简单，然后它呢就是一个这样的，然后里面有一个盒子，我就把它这个给它弄起来，然后就在这个腋下然后抹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它就有一个止汗的味道，而且这小小一支你放在包里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这样一支特别的感觉就是去大牌，然后呢又很有作用的。我刚刚抹了，我现在味道就来了啊。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平时用的这个秤，然后呢它就在这儿，好大一支。然后它这个秤呢，它有4个你的身体感应，然后你最好就是站上去以后不动，然后它可以就是连接一个 app， 然后你在这个手机 app 上呢，它就会测出你的体脂率，还有你历史，就假如你一直在输入你的这个体重呢，它就会有一个你的历史体重，然后就跟你说啊，最近你胖了点儿，瘦了点儿，然后身体的水分、脂肪、骨骼还有肌肉呢，它都能给你测出来。然后我觉得是一个你健身路上还有减肥路上监测你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仪器，然后也是一个指标。然后它也是在亚马逊上买的，如果要是接下来打折的话呢，我会在公告栏给大家公告。那也是我一个一直在用了好几年的，我觉得不错的一个产品。那接下来呢，我在纽约这种小公寓里面住呢，一些做饭习惯呀，还有把这个调高一点，就是白人啊，他很少是用油烟的，他这个就尤其是这种纽约的老公寓里面啊，就是很少有这种给你装一个排油烟机，然后知道吧，作为中国胃，我又很想就吃一些热炒啊，就爆炒啊，自己给自己做一点。尤其现在外卖又很贵嘛，然后还要给小费什么的，然后就叠加起来，就生活成本是变高了很多的。所以呢，我就想在研究说怎么样在这个空气质量还是很好的情况下，可以做到自己在家爆炒一些中国的菜。然后呢，这个油烟怎么解决？我就在这个亚马逊上搜啊，然后还问了一些 ChatGPT 和 Gemini， 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个 solution 呢，就是一个不用装的吸走油烟的这么一个桶。那我看到基本上研究了一下，它是有2种的，一种就是你可以插电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充电的形式，然后你就没有那个线嘛，你就可以随便把它放在哪里，然后都是可以吸油烟的。而且呢它就是里面它这个结构是有一个活性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油烟虽然你可以用什么 Dyson 啊，然后就用空气净化机给它抽出来，但是你很难就是做到把这个味道还有油烟隔离掉。但是呢我就问了我妈妈，因为她是一个做这种方面的化学方面的专家，然后她就说你必须得有活性炭才能吸附它油烟的味道。所以呢我就找了这一款，然后这款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品牌都在做，我搜了一下在亚马逊上还是蛮多的，但是我最后呢就研究了一下它的评价，还有我自己试用下来我锁定了这2款，一款是插电的，还有一款是充电的。但我是觉得他们2个没有一个能完全胜任我的要求，就是说呢它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就是说不能说买一个就可以了，所以我就2个都买回来。然后有一款呢就是那个就是插电的这款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这个工业设计是获了这个红点奖的，那这个奖项呢我也是参与过的，所以呢就是我知道他们就是还是有一定含金量，所以它在外形上呢是比较符合这个我设计师的这个要求的，它是还挺好看的，你放在那儿家里也是一个摆件。然后我是买了一个白色的，然后它里面的几层网呢就是有这个活性炭，然后有外面一层是这个铁丝，就是钢丝网，然后中间一层是活性炭，你可以就是用一段时间，然后你吸附差不多，然后你可以买一个就是换一下，就是跟戴森那个就是有点像的。然后里面还有一层就是钢铁的，然后最外面那层钢圈的，然后如果你油烟太多的情况下呢，你是可以把它卸下来，然后放进洗碗机里这样洗的，就还挺方便的。那它唯一的不能说唯一，就是2个缺点我用起来比较明显的就是第一个它声音非常大，就是感觉就是你要是把它弄开，然后你做饭就是那种轰隆隆隆的感觉。
觉就是噪音还是蛮大的。但是这样来说呢，就转的那个风扇的速度很快，然后呢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我用下来这一款呢就插电的，由于它这个声音很大，所以呢大家可想而知它的吸烟的这个能力，它这个吸附的能力，对烟的这个吸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那它的缺点呢，就是第一个它的声音太大，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要插线，所以呢你每次炒的时候都要把它拎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条线在挡着你啊，就是很麻烦。但是小一点的那只呢，其实它这个也是不小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么大。然后后面我还没有撕掉这个，然后它比那个插电的有一个好处，它就是有一个油桶的，然后它可以把油子吸进来，然后就有一个桶在这儿，然后你随时你接满了可以倒一下。然后它是有2个开关，一个是开关，然后一个调大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它放活性炭的那个地方，然后装的时候可以装进去。它也是带了一层就是说它这个膜的，然后这个前面这个也是可以卸下来洗的，然后它还带了一个灯。那它的好处呢就是它的风向，然后它这个底座做的比较高嘛，然后那一款呢我就在亚马逊的评价上看起来它底座太低了，然后希望可以做高一点，这样吸油的时候可以方便一些。那这一款呢就是把那个缺点就弄掉了，然后它这款做就比较高，而且那款还挺不要脸的，就是你如果想要一个就是做高一点的，它没有改善它的设计啊，它就是多了一个东西让你买，就是往下面放了一个架子，让你再多花一份钱，我觉得这个挺不地道的。但这个呢就是这个在亚马逊上评分是比那款高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插电的嘛，所以呢它吸附这个风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小的，没有那款那么强。所以呢就是大家考虑一下，注意啊，这2款千万不要在明火上使用，它这个明确标注了，如果你家是明火的话，那不建议你使用。那这款呢由于它不接线的，所以呢你可以就是吃火锅，吃那种电火锅，千万不要是明火的火锅，吃电火锅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旁边。或者呢你夏天如果你是有院子的话，嫌弃院子里面这种烟雾烧烤的时候太多了，然后你都可以把它放在旁边，就放在你烤的那个离明火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个功能呢假如你不幸遇到了公德心很差的邻居，然后在这里就不说哪国的了，就感觉还有那种地域歧视，不说他是哪国的，但他偶尔呢做一些味道比较冲的，比较就是不考虑公众这种味道的食物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就是很冲的咖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家接受不了的味道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放在那个门缝口，就是邻居那个烟雾进来的地方，然后它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就不好闻的你不想闻到的那些烟雾给它吸附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它没有插电，所以它全程下来呢你是很好移动啊，就你想放在哪就放在哪。那我呢是2款都买了，平时炒菜我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不怕被这个线绊到，但是一定要很小心，我就会用那个插电款的，然后那一款呢就拎在那儿，然后呢就是随时炒菜时候吸一下，但是你一定要就是眼疾手快，然后你非得就是特别灵活的就是跟它配合才可以把这个烟吸掉的。但那款的吸附烟的能力是很好的，就缺点就是一个是有线，一个是就是那个声音比较大。但是我刚才说这款的就是你可以就吸一下邻居的不想闻到的油烟，或者是从窗外飘来的就各种奇奇怪怪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呢它充电基本上如果你开到最大档是可以吹3个小时的，就让你家里这个空气清新。还有呢就是你吃火锅的时候，这种电火锅，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旁边放一个这个，你不想要就自己的小 apartment 里面全都是那种火锅的味道的话，你就可以放一个这个。这个呢就是我用下来觉得就是小 apartment 比较友好的这种，尤其是你住这种美式的纽约这种比较老的公寓，它没有就是说考虑到中国人的炒菜，然后给你装一个排油烟机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来使用的。好的，那我是比较推荐这个的。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一个是一个皮革修护膏。那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爱买中古包啊，那我去年是买了好几个。那买回来这个小羊皮啊，虽说这个小羊皮质感是很好的，但是呢它这个角落的地方四角边边角角还是有一些划痕的，而且尤其是这个小羊皮。那我呢就上网搜了一下，我记得我去 Chanel 修复我之前的一个包包的时候，我拿给他，然后他帮我修的跟以前新的一模一样，我就问他是怎么做的，他就说他们用的是那种涂料，然后在这个皮革表面皮革专用的。那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呢，我就上网找一找，但是还真就被我找到了一个真的皮革专用涂料。它一般是给这种皮沙发，然后就是车里面的皮座椅涂的。那我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回来试了一下，反正这个包
是 CF 的 Classic， 就是 Classic 这款的这个 East West 版本的，然后也不是很贵，我买下来好像是3000多。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支视频。那大家可以从我当时买的时候网上这个图看出来啊，它这个4角都已经就磨白了，就有这个非常小的这个白的这个边儿，那就说明它的皮质已经都磨没了。然后我买回来涂好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涂完之后的效果。抱歉，我涂之前忘记给大家拍视频了，因为我这是1年前涂的，我专门等了1年让大家看一下，就1年之后它的效果还挺不错的。但是呢，我也是没少背，大家可以看一下，右图就是他买之前的，然后左图呢就是我涂过之后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而且我涂完了之后还用这个纸巾蘸了一点橄榄油，就很少那种，就给它把整个皮革护理了一下。我觉得我护理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底部不出意外的，我用完之后又多了一道。然后我就想着，这一道正好给大家示范一下我是怎么涂的。那我买的这种笔呢，就是在那种文具店啊，就是画画的。因为我以前画过油画嘛，所以我家里是有几支这种非常小的笔。然后它的号码是0号，大家可以随便去文具店买一个这种笔啊，就是最小号就可以。然后它的这个毛头最好是那种有弹性的，这样的时候呢，新手也可以就是画的比较的舒服一点，就是不会弄很多在上面。然后我还有一支Chanel 的这个羊皮的白色的，然后这里呢也是我那时候去奥兰多迪士尼的时候去背了一下，结果就是大夏天知道吗，然后就刮皮儿了，所以呢我也是把这个白色皮儿的买回来，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还送了2双手套，然后它里面是送了2双手套，然后还带一个这种棉垫儿，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塑料棉。那这个东西我待会儿再介绍一下它是怎么用的。然后它上面还沾了点这种黑毛，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笔，可能是刮那种沙发的吧，可能我用不到，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就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它封的还是蛮好的，建议大家就是说拿它这个小刀子给它刮开。我还有一双白色的羊皮的鞋啊，它也是被我磨开了。这种羊皮的东西质感是很好，但是穿的时候是真的很不耐造。然后呢，我就先用这个羊皮鞋练练手，找一下手感，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嘛。等我上手了，我再去画Chanel 的那个。然后它就是这样一层一层涂啊。我建议大家先薄薄的涂一层，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颜色。但其实这个是有色差的，因为我买的是这种象牙白的。那其实我这个羊皮白色的这个鞋呢，已经穿了差不多就有3、4个月，我是天天穿，所以呢它就有点泛黄了，颜色是其实没对上的。然后擦完一遍之后，用这个海绵呢，把它周围多余的地方给它擦掉，然后再涂第2遍。大家就可以看一下第1遍那个干掉的地方，其实已经是有点像它本身的皮质。然后再涂第2遍，然后再把周围多余的地方擦掉，相当于是这个颜色有一个渐变的这个过程了。然后干一下，然后再涂第3遍，第3遍你就可以厚涂了，就把那个彻底掉皮的那块给它遮住。然后背后也给它涂一下，因为这个颜料我感觉它的 finish 的 look 是挺像那种油脂的，就还挺光亮的，有点像是那种丙烯颜料。如果画过画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也不知道它的成分具体是啥。反正它给了手套了，咱就最好戴一下手套，因为它这种化学东西你也不知道会不会伤害身体啊。但是我是为了给大家拍视频就没戴手套，因为我要操作相机啊，还要拿这个笔啊什么的，反正就是挺麻烦的，所以我就算有毒我也顾不上了，就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这个鞋呢，我就给它刷了一下，就给它刷完以后晾干，先等一下，就是多余擦掉，然后等一下子看一下效果吧。我觉得其他另一张布是没什么用处的，我就用了这2个东西而已。现在来画一下这个 Chanel 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很小很小，所以呢，我就蘸头，蘸了一点点那个颜料。然后用头就是笔尖儿给它涂了一下，先涂一层看一下，然后干了再看第2层。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就比较匹配，就是我买这个象牙白跟这个 Chanel 这个羊皮的白色包就挺像的。然后我也是一样的，就画完了之后给它就是擦一下这个边儿，就多余的地方就被这个海绵吸掉了，就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突兀。然后第2遍的时候再给它涂一遍。我觉得这个 Chanel 是没有很大，就是伤痕严重，所以我就涂了第2遍就 OK 了。
那好了，现在这个呢，就是最后画完之后晾干1个星期之后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希望大家看开心。有什么留言和建议呢？欢迎大家留在评论区下方。时尚本该好懂，穿搭本该轻松。我是纽约设计师，把秀场的天书翻译成你的日常。记得关注我、点赞或转发。那可能有的小伙伴在我的这个背景板里面看到了，为什么给这个 Chanel 包上绑一个这个丝带呢？因为我买回来，我发现它不直，它是斜的，我就把它绑起来，绑了半年了，1月份买的。那好了，给大家一个小插曲啊，现在真的要拜拜了。